人民日报在短短1周内研发7篇唱好经济的长文，一边高喊经济稳中向好，一边又承认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。笑话开场，自己先打自己脸。人民日报说，不能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，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。但问题是，中国现在哪一部分好？失业的、负债的、降薪的、倒闭的，全都是部分。只有红二代、央企高管、金融垄断集团那一撮人，那才是他们嘴里的整体。换句话说，普通中国人的经济是部分，而虚构的北京经济才是整体。这话一出，网友们笑疯了，但笑声背后是撕裂的现实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8月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3.4%， 而北京的消费却暴跌 11.4%。这不是部分感受不好，这是一线城市消费的断崖式坠落。官方解释是高基数效应节假日错位，但真实原因人人心知肚明：裁员、降薪、房价崩、信心塌。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，1至8月，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5.1%， 这意味着北京人花的钱越来越少，买房买车不敢，餐饮娱乐不想。与此同时，上海的累计消费增长仅 3.7%， 低于全国水平。过去中国经济靠北上广撑门面，如今北上广都在躺平。第一财经援引经济学家沈建光的分析指出，一线城市消费增速低于其他县级城市的趋势始于2024年，结构性分化已经加剧。说白了，就是越发达的城市越冷清，因为他们受打击最早，感受最真。房地产崩了，连锁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房价不涨了，消费信心没了，裁员蔓延，白领收入锐减，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娃，也不敢花钱。而政府的口号依然是那句，不能因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。过去的官话喜欢说稳中有进，如今已经升级成止跌回稳出现波动，听起来像是经济学术语，实际上只是语言艺术。你可以理解成我们掉下去了，但我们觉得已经掉得差不多了。人民日报写要科学客观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，于是他们列出7篇长文，7篇文章，标题一个比一个正能量，内容一个比一个脱离现实。但问题是，写这些文章的人工资从没拖欠，房子早就分好，他们当然不会感受不好。2025年夏天，北京商圈的萧条肉眼可见。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关掉一半，朝阳大悦城的服装品牌换了一轮又一轮，王府井的游客在拍照，没人买单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全国 CPI 连续7个月低于 1%， 而 PPI 已经连续15个月为负，这意味着企业卖不出货，价格在掉，利润在蒸发。全国社零年增 4.6%， 看起来像增长，但扣除通胀、失业和基数效应，实际消费力比疫情期间还差。人民日报却偏要在11黄金周造势，说10几亿人踏上旅途，彰显流动中国的蓬勃活力。但根据携程、同程等数据，2025年国庆出行人均花费较去年下降 28%， 自驾游比例创10年新高。人确实动了，但是逃离，不是消费。人民日报这波连发文章其实是一种信号，中国进入了喊话就是时代。2023年喊要提振信心，2024年喊要刺激消费，2025年喊不能感受不好。每一年喊得更虚，底层却更穷。一边高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，一边却在封杀高善文、沈建光这样的经济学家，只因为他们说了真话。去年底，高善文在深圳的投资策略会上公开指出，
过去3年，中国经济增幅恐被高估10个百分点。结果呢？被禁言、被调查、被消失。真相在这个国家最贵，于是只能由人民日报替代民众发声。但他们发出的却是不能因为你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的空洞口号。有人把这场荒诞比喻为清末重演。1905年，清政府财政崩溃，为了筹钱修铁路，向国有化川汉铁路。结果民众愤怒，保路运动爆发，地方镇压，武昌空虚，辛亥革命成功。半年后，大清亡国。今天的地方政府同样没钱，财政赤字，土地断供，债务滚雪球，连公务员工资都被削减，钱都拿去还债，企业没订单，百姓没收入。唯一还有钱的是中央政府和红二代，但他们的钱早就在海外。人民日报那句不能因为部分经济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，说白了就是你饿是你的错，经济好是他们的功。这就是2025年的中国叙事。上到国务院，下到地方宣传口，现在最热门的词不是复苏，也不是转型，而是信心。可信心这种东西不是喊出来的。当一个社会需要靠连发欺骗社论来稳信心的时候，说明信心已经死透了。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25年8月发布的民间调查，超过 68% 的受访中小企业认为当前经营环境比2023年更困难，只有 8% 表示有改善。这 8% 多半是拿了政府补贴被安排上电视的那一类。真实的企业正在无声的倒闭，这些都是人民日报口中的部分经营主体，而整体是写报告的人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居民新增存款达到 18.3 万亿元人民币，创历史新高。看似钱多，实则怕花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明天可能失业，后天房价还要跌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.4%， 但这只是官方数字。独立机构估计，青年真实失业率早已超过 25%。北京、上海的应届毕业生投简历100份，收到回复不到10份，平均起薪比3年前下降 15%。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跌了。当一个年轻人每月拿到7000元工资，要还5000元房贷、1000元交通费、500元饭钱，还能剩多少去支撑信心？人民日报喊止跌回稳，可对多数中国人来说，生活的波动只有2个方向：往下掉和更快的往下掉。据国家发改委数据，2025年1至8月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2.7%， 制造业利润更惨，下降 18.3%， 其中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利润蒸发近30%。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更触目惊心，地方债务余额突破41万亿元，其中约 40% 的城市存在隐性债务风险。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靠卖地还息，财政如同透支信用卡。于是他们在地方会议上喊要稳信心、稳增长、稳就业，但稳的只有一件事：官员的帽子。在基层，公务员被降薪，被迫买国债，年终奖停发；在企业，员工减薪、裁员，996重启；在城市，房价跌，地摊多，写字楼灯灭；在农村，年轻人走光了，只剩老人与空房。这才是真实的整体经济形势。清朝时，财政亏空，官场腐败，民怨沸腾。朝廷说天下未乱，结果半年后革命爆发。今天的中国也在重复那条轨迹。当经济崩坏，舆论被封，真话被禁，社会表面平静，其实暗流汹涌。2025年8月，环球时报社评还在说中国是全球包容性发展的典范。9月，
经济日报称，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增长新阶段。10月，人民日报说要理性看待部分经济体的感受。3家官媒唱同一首歌，调门一致，内容虚空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知道问题严重到必须统一口径。而老百姓呢？能做的只有在社交平台偷偷发几句讽刺。人民日报说要看到整体，可整体的意义本就来自部分的总和。当每个普通人的钱包空了，饭碗碎了，未来没了，这个整体就只剩一个空壳。经济不是口号堆出来的，而是由千千万万正在拼命活着的人构成的，他们才是真实的中国经济。如今，媒体忙着粉饰太平，数据忙着化妆上台，专家忙着晋升避祸，但街头的冷清、超市的促销、工厂的停产、年轻人的逃离，这些不会骗人。你可以不承认下滑，但你挡不住商场的关门声；你可以删掉失业率，但你拦不住简历的洪流；你可以封掉学者的麦克风，但你封不住全国人民的叹息。当人民日报连发7篇文章为经济维稳，其实已经宣告了另一件事：这个国家的信心已经被维稳掉了。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坍塌，没有爆炸，没有革命，没有街头抗议，只有冷空气、失业通知、房价曲线和人民日报的温暖话语。有人说，当一个国家开始频繁解释自己没事时，它多半出事了。人民日报那句不能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，会被写进未来的历史课本，成为新时代的荒诞符号。因为它证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：当权力开始自我安慰时，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无力自救。